各位认为俄乌战争的真正转折点到底是哪个战役？2022年2月，俄军开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步伐，一口气吞并南部战略城市赫尔松、东北部州府哈尔科夫。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乌克兰要玩完的时候，9月份乌军却在哈尔科夫上开启了一次大反攻。仅几天时间，乌军就收复了12000平方公里土地，甚至连俄军的中将司令都成了阶下囚。BBC 更是直言，这是2战以来俄军首次全军覆没。那么这场哈尔科夫大反攻到底是怎么打赢的？而这场胜利又将如何把俄罗斯彻底拖入战争泥潭？要看懂这场奇迹般的反攻，我们得先了解当时局势。当时俄军在顿巴斯地区每天砸下几万发炮弹，几乎把顿巴斯每一寸土地都耕了一遍。乌军的主力只能在战壕里被动防守，而在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的乌军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虽然拼死抵抗，但还是一退再退。几乎所有的军事家都认为，乌克兰军队已经被俄军的绞肉机战术彻底打崩盘了。但谁也没想到，在这看似一边倒的局势下，乌军却在酝酿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反攻计划。要说这场反攻最高明的地方，不在于行动过程中乌军的攻势有多迅猛，而在于行动开始前乌军的演技。早几个月，乌克兰最高层就开始联手美国、英国的情报机构，开始了一场战略欺骗。当时的乌军在南部集结了大量部队，调动了当时手里最宝贵的海马斯火箭炮，对着第聂伯河上的大桥一顿狂轰滥炸。安东诺夫大桥，这座俄军在赫尔松的生命线，被炸得千疮百孔。俄军的补给车队只能在桥上战战兢兢地爬行，甚至不得不搭建浮桥来维持供应。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乌军的主攻方向就是南部赫尔松。对此，俄罗斯深信不疑，毕竟赫尔松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不但是俄军在第聂伯河右岸唯一的桥头堡，通往克里米亚的大门，更是普京绝对不能丢的面子。于是俄军指挥部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开始大规模调兵，把东部战线的精锐部队像搬家一样浩浩荡荡地运到了南部。最能打的空降兵，装备最好的近卫坦克师，甚至还有大量的集团军属炮兵都被塞向了赫尔松。这样一来，俄军南部的防线是硬气了，但在北部的哈尔科夫防线却变成了一张薄纸。更不用说，此时驻守在哈尔科夫的俄军就是一支杂牌军，多是一些缺编严重的2线部队，甚至还有不少被强制征召的东乌民兵和隶属于国民禁卫军的轻装部队。他们的装备差，士气低，装备破烂，战斗力感人，根本没有构筑像样的纵深防线。不过他们反而最不慌，因为乌军主力都在南边跟自家精锐死磕，哈尔科夫就是绝对安全温柔乡。殊不知，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一支乌军精锐突击集群正在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集结。这支部队没有重型坦克，他们为了掩蔽，甚至保持了无线电静默，所有命令都通过专线传输。不过，大量的轻型高机动车辆、悍马、皮卡、M13装甲车却表明，乌军正在策划一场轰轰烈烈的闪电战。2022年9月6日，乌军的部队集中到了贝拉克利亚以北，随即立马向哈尔科夫州发动反攻。俄军反应没有出乎乌军指挥官意料，他们根本没反应过来。前线的俄指挥官始终以为这只是乌军的小规模骚扰，还在向上级轻描淡写的报告局势可控。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奔袭而来的乌军不跟俄军的据点硬碰硬，也不去啃那些坚固的火力点，而是利用高机动性直接绕过去。乌军的装甲纵队直接从俄军防线的缝隙中穿插过去，随后一路平推，俄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其实别说俄军，就连乌军都措手不及。他们也没想到，这里的俄军防线竟然脆得跟纸一样。相关媒体更是说，俄罗斯防线出乎意料地遭到轻易突破。乌军的先头部队在第一天推进了20公里，到了第2天，这个数字变成了50公里。要知道，在这之前，俄军在顿巴斯想要推进500米，都要先用几千发炮弹去开路，然后付出惨重代价才勉强拿下。现在乌军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飙车一样，在俄军的防区里横冲直撞。更惨的是巴拉克利亚的俄军，他们甚至没来得及组织防御，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通讯和后勤直接被截断，谁也不知道乌军到底来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跑。于是这些东乌民兵扔下了武器，脱掉军装，混入平民中逃跑。而那些2线俄军部队在失去了统一指挥后，也开始各自为战，或者是各自逃命。仅3天，战略重镇巴拉克利亚就一手。乌军士兵在市政大楼上升起国旗的照片，瞬间刷爆了社交网络。华盛顿邮报对此报道，俄军的溃败令人震惊。一名俄罗斯军事评论员也没绷住，直言乌军发起的进攻对俄军来说堪称灾难。但这只是开始，
乌军的目标一直是俄军在伊久姆的后勤补给枢纽库皮扬斯克。此时的俄军指挥部彻底乱了套，他们试图从其他方向调兵增援，但乌军的闪电反攻战术实在太快，增援部队还在路上，阵地就已经丢了。至于那些还在路上的俄军，还没看到敌人，就遭到了海马斯火箭炮的精准点名。俄指挥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哈尔科夫的俄军后勤车队被炸毁，指挥所被端掉，整个哈尔科夫战线已经陷入了全线崩溃的边缘。士兵们丢盔弃甲，向着东边的奥斯基尔河疯狂逃窜。这一幕简直就是二战时期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中苏军大溃败的翻版。但当时的苏军承受得起这个代价，现在的俄罗斯却无法承受。这场闪电战的战果是惊人的，仅仅1周时间，乌军就收复了大约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天几百公里的速度疯长。9月10日，库皮扬斯克这个俄军极其倚重的铁路枢纽被乌军收复，这也意味着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补给大动脉被彻底切断。驻守在伊久姆的1万多俄军瞬间成了瓮中之鳖，他们的退路被切断，补给也没了，再不跑就只能等着被包饺子了。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决定从伊久姆撤退，不过他们用了一个非常高情商的词，叫做重新集结，声称是为了加强顿巴斯方向的兵力，才将军队从伊久姆撤出。但实际上，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溃败。那么俄军败得有多惨？据开源情报统计，俄军在这里丢弃的重装备包括 T72、T80 坦克、BMP 步兵战车，数量多达数百辆。这些装备很多都是完好无损的，甚至油箱里还有油，弹药仓里还有弹，最后都直接被乌军刷上自己的标志，调转炮口去打俄军了。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混乱中，一条真正的大鱼落网了。根据相关媒体报道，乌军在哈尔科夫前线逮捕了一名俄罗斯高级军官。根据拍摄的画面，此人很大概率是俄罗斯西部军区总司令安德烈·希切沃伊中将。虽然俄方对此讳莫如深，甚至否认有中将被俘，但这名高级将领却从此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真相到底是什么？大家心知肚明。随后，哈尔科夫州州长西涅古波夫兴奋地向全世界宣布，乌军总共收复超过500个居民点，领土面积超过12000平方公里。俄军用了几个月时间，数万人的战损换来的土地，在几天之内全部吐了出来。根据 BBC 援引一位军事专家的说法，这是2战以来俄军首次全军覆灭。为了入侵乌克兰，俄罗斯付出了无法承受的代价，但这也只是开始。因为在经历哈尔科夫反攻战之后，俄军突然发现自己似乎深陷冲突的泥潭。很多人可能会问，一次反攻而已，双方互有攻守很正常，火力军为什么说它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因为这场战役彻底打破了俄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以及俄乌战争的底层逻辑。原因不外乎3点：第一，它证明了乌军具备打赢大规模运动战的能力。在此之前，欧洲虽然也在援助乌克兰，但其实心里也是打鼓的。大部分人看着乌军的装备，几乎都觉得他只能打游击，根本没能力把俄军赶出去。他们担心给了乌克兰先进武器会被俄军缴获，或者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但哈尔科夫大反攻让欧洲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乌克兰人不仅能守，还能攻，而且攻得漂亮。于是，在这场战役之后，欧洲和美国的军援力度明显上了一个台阶。豹2来了，挑战者坦克来了，艾布拉姆斯和爱国者导弹也来了。可以说，这场胜利是乌克兰给自己挣来的最宝贵的信任。第二，哈尔科夫反攻暴露了俄军兵力不足的致命软肋。普京一直不想进行全国动员，他更愿意用所谓的合同兵来打赢这场侵略战争。但哈尔科夫的溃败直接迫使普京不得不打破自己的承诺，发布部分动员令，把30万毫无经验的俄罗斯预备役送上战场，到了现在还不断启动强制征兵。第三，他把俄军彻底拖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潭，丢失了伊久姆这个战略跳板，俄军从北面包抄顿巴斯的计划彻底破产。俄军一度被迫转入全线战略防御，在漫长的战线上修战壕、埋地雷、拉铁丝网，也就是后来的苏罗维金防线。哪怕后来继续往乌克兰方向推进，速度也慢得吓人，俄军士气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总的来说，哈尔科夫胜利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10月2日，乌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卢甘斯克州的迪布罗瓦，把战火烧到了卢甘斯克的大门口。10月3日，奥斯基尔河以东的德鲁热留比夫卡、博罗瓦等一系列定居点重新插上了乌克兰的蓝黄旗。俄军试图依托奥斯基尔河建立新防线的企图再次宣告失败。这种势如破竹的攻势，不仅在军事上重创了俄军，更在政治上给克里姆林宫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要知道，就在反攻前几天，俄罗斯刚刚搞完公投，宣布这4个地区并入俄罗斯领土。普京还发表了演说，宣称这些土地永远属于俄罗斯。
结果大话刚放出去几天，土地就丢了。这波疯狂打脸直接让普京权威尽失。俄罗斯国内的激进派不少人更是站出来，直接对其表达对普京的不满和质疑。回头看这场被誉为哈尔科夫狂飙的反攻，一边是俄军依然停留在二战时期的机械化大兵团平推思维，迷信火力覆盖、钢铁洪流，却忽视了情报侦察，整个指挥体系僵化呆板，像一只笨拙的恐龙。另一边是乌军在北约情报体系的支持下，玩的是信息化的快速机动战，灵活、精准、致命。他们利用星链进行通讯，通过无人机进行侦察，再凭借海马斯进行精确打击。乌克兰人用这场胜利告诉世界，哪怕面对体量数倍于自己的对手，只要战术得当，就能把对手的弱点无限放大。奇迹是可以被创造的。就火力军看来，哈尔科夫大反攻并没有直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宣告了俄军想要速战速决吞并乌克兰的梦想彻底破灭。接下来将是更加残酷的消耗与拉锯。对此，火力军的观点一直没变，胜利必将属于乌克兰。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俄军最大的败笔究竟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